来看一下，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，应该说这个游戏啊，让这个 GD 大神已经玩到头了啊。什么叫玩到头了呢？就真的是到头了。EV3 版2020年年底最新记录啊 ，EV3 版24分钟多速通，也是全网第一人啊。本身在美版原版就是第一人，而且是全人物记录。然后呢，再加上无双版，再加上各种版，再加上 GD 的摊分啊，你会发现啊。好，从此开始打开了这个路线，我们看看。好，一扣可以，伤害够不够？好像不够啊，伤害好像不够。来，再骗，能不能骗上啊？这个好，这应该是出来了吧？好，我们看看，火力全开了啊。这样的话骗暴击，咱们看看大概是浪费了10几秒钟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也是有谎。假设第一次就出暴击的怎么说？如果第一次就出暴击了，怎么说啊 ？EV3 版呢，就是这个游戏是官方正版游戏，你就相当于咱们3个人正在玩，但是有2个人呢，由于有问题了，2个人玩不了，这2个人呢他下不来，只有1个人来打3个人原本要承受的这个小兵和 BOSS 啊，还有血量啊，大家伙懂我的意思吧啊？所以说相当的有难度啊，相当有难度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特别狠，很多人说那他怎么知道是这个40难度的啊？看伤害能看出来啊。第一是看伤害，第二呢，咱们有人分辨不出来30暴击和40暴击什么样。虽然说2个速度呢，2个的伤害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其实还是有差别。当然30暴击就非常简单了。如果你一开局那个绿色蒙子的不动的话，40多秒之后再投币，咱们就可以啊，再出绿蒙子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这个有默认的30暴击，然后从此你保持无伤就可以。不过现在咱们为了速通，一定要40爆，刚才也是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如果刚才那10几秒钟，对吧？如果那10几20秒钟变成了直接就是40暴击的话，那么咱们还会有好的成绩的。现在已经是全网第一了啊！这个 EV3 版本这么跟大家伙说吧，首先能一命通关，就声明你如果 EV3 版本你能一命通关，无论你是用麦斯还是用穆斯塔法，你都是这个游戏的一线，就是一线啊，就是顶尖高手的入门关卡，就是 EV3，如果你都不能一命的话，那么你绝对够不上一线的，无论你玩的多花花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绝对是非常屌的一个视频了啊。好，看看 Shaymaker， 然后那个岁月哥啊，下一场吧，我再找一点其他的这个素材，然后呢给大家正好把那个什么把那个盖世英雄给播了啊。这个岁月哥不要着急，今天我估计应该是有点三国有点说不动了啊，再说三国我有点结合历史故事了。我从上下5000年讲到民国时代，我也是醉了啊。好，直接摔死。这里面呢，咱们为什么粘着打呢？这个胖子这个投技啊，非常的屌。他利用下拉，然后打的头气摔回来之后呢，起身压制啊是非常稳的。像这种 BOSS 啊，几乎不会考虑任何感受的啊，直接就秒掉就可以了。小兵拿他没有办法的。好，看看，连续的往前开。这个游戏有日版啊，日版的话呢是2个人一起玩的啊，不能3个人玩。美版的话可以3个人一起玩。好。撞了一下，然后往后拉，准备无限炸啊！无限被炸的话，还是你看他有的时候希望你多撇点雷啊，对吧？好，落地，先一麦个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套也死不了。然后好的，你看这个血量也变得非常厚了啊！咣咣，2枪就死。这个傻干啊，这个傻干打这个车是真好使，2枪就，而且加上40暴击，想想啊，非常的变态啊！好，前跳手，哇哦！一炸一给人整碎，就是有一个男生给后面喊着哇哦，傻干。好，我操，这精英怪你要能一下给整死也真醉了。你看啊，我就说精英怪肯定是整不死的，但是一下呢2枪把精英怪打死了，我是真的是给他一个腿腕啊。好，
血杀完了这个无敌时间是真爽，一个雷没炸到，有点小小的失误，回身一个雷，哇哦！好，6发子弹的 shotgun。我直接 A 出一个奖命出来啊！我也是醉了。好的，其实那个咖啡都可以不用吃的啊。好，看看再捡起来，吃也行啊，我感觉可以不用吃的啊。好，看看啊，准备往中间往前上一扔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直接全炸了，补也不吃了。M16A1 外加一个 shotgun。一个热狗肠，外加一个冰淇淋，一个传说中的芒果圣代啊，上面还有一个樱桃啊，车厘子，将近满血状态，拿上一个 M16，还是 M16牛逼啊！你看 ，C Miger， 好落地打出晕眩状态，这个武器其实没啥用，起身无限压制啊，有什么用呢啊？好顶回来，血杀1点，突突，好的，再来。突突还是慢啊，突突啊！先迈个前，1、2一摔。到目前为止，游戏还只过了6分钟19秒，还不算前面的片头。也就是说，他用了6分多钟啊，6分冒头，他就过了第4关啊，过了第4关。你玩正版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跟他开车呢，跟他干啥呢？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？第4关是怎么过去的？看一看就知道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啊，对吧？看一看啊，法制报、故事报、新出版电视报啊，有传奇，有侦破，有讽刺，有幽默。那么60岁老太太还改嫁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看一看就知道啊。来看看啊，这前手这招显得有点面啊。好，捡起来。他这个一炮就能把人轰碎乎了，好，哇哦，摔碎，哎呦，哇哦，没打着，有点亏，不要紧，小手枪6发，血杀1点，前，没血了，上面还有个薯条。反身被摔的时候有无敌判定，所以说根本就不怕啊。一个薯条加的血量呢也不算特别少吧啊，反正看起来不是很屌，没有血了，非常的玩心跳啊。一个手雷，手枪，好的，我操，这一下100%啊，这个是最爽的。一个血杀，后面炸的时候正好可以把猴子炸死啊，这是一个套路啊，这是个套路，跑就行。小的时候以为是油条，小时候我还以为是苞米呢啊！小伴儿，小的时候我那个热狗肠，我以为是苞米，就是玉米啊！呀！好，来看看马云。马云的话呢，这个胖子打马云是真的简单啊！你看小兵还没出来呢，看没有？啊，小兵还没出来呢，马云就要死了啊！怎么说？他们说，这如果是美版的话，他已经死了啊！你说这好简单呐，这个马云，我是真服。你看啊，用了几套？7套啊，7套攻击就打死了。好，啊，有一个小兵。根本就不怕，抓过来啊！歪手起抓，看见？歪手起抓，好，根本用不到武器的啊！武器没有什么用，前跳手，卡住兵，反身被摔，对，不要把他打到屏幕外面去，前跳手，写一迈个，一个扣，再来一套，必死啊！写一迈个，前起势压制，好，一摔，哈哈，这个马云。面啊，就是碰见麦斯这个伤害真的是啊。好了，无双版没有1v3难，除非它更新了啊。因为我19年到我2000年到现在为止啊，无双版的我不知道更不更新。如果它更新的话，肯定是难的。现在都是玩那个什么斗神版、魔神版，
然后还有一个无限武器的那个天王版啊，就是无限武器去了，无限子弹的天王版。天王版也是啊。好的，这个雷白扔，这样的话浪费了点时间。回身一摔。哎呦，我这伤害太高了啊！天王版的话呢，那个康一华玩的最好吧？康一华我解说了好几次啊，就是玩那个版本就得玩那个女的啊，那个女的在就是挨打的时候枪有一定几率它不掉啊，对吧？它有一定几率不掉，所以说喜欢用女的，而且女的本身就是武器精通，只不过呢这个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那个版本啊，你要知道那个版本有80爆啊，所以说。这个又还好，又弥补一点啊。天王版如果不用枪，谁能打出一臂通关？我感觉都很难啊！你别说一命了啊。好，这个1v3版它应该是不杀鼬吧？我感觉1v3版应该是不会杀鼬的啊。天王最高99暴击了，不是？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99爆，现在有99爆了，那也太变态了啊！99爆那还玩个屁呀、感觉直接给人突死了啊！其实有的时候血杀并不是为了保险啊，为了这个自己不挨打，他血杀去了，他血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赶紧输出。就是快速输出，不跟你扯那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输出，赶紧把这些小兵清掉才是最主要的。最高纪录不捡枪9臂通关，那还玩个屁呀！好的，我们看看，啊，打出来，这个肯定不是杀鼬玩法啊，这肯定不是杀鼬玩法，所以说我们看看不杀鼬啊。1v3版就没法杀鼬了啊。好，摔死。如果他现在是满血，对吧？好，看看这里面，哎，小兵不消失啊，还刷出一个猴子来，我觉得有点难。所以说是这个情况啊，这个猴子挺讨厌的。好，再来最后一套反跑，起身压制，摔死。好的，这样的话小兵消失，我看还跳不出来了。你看还刷出一个小兵了啊，这个好恶心呐！精英怪 TYROG 的3版，3套死啊！3套死不了，得4套，4套正好啊。1v3版确实有想法啊，哈哈哈！暴击触发就是挨打的时候啊，在你挨打的时候会触发你的攻击频率啊。每次解说啊，就是你真的是第一次听我狼解说吗？敢不敢去看一下往期视频啊？看一下往期视频啊，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攻击暴击的数量，有可能会增多，有可能会减少。但是啊，我要说呢，它的暴击呢一般是在红血啊会出这个30爆和40爆，尤其是低于75%的红血。好的，我们优雅哥今天。怎么说？优雅哥一手这个飞机，瞬间打开了瞬间扭转了整个局面啊！让我狼这个空操老人现在有点这个啊，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前一个雷，哎呀妈！哇哦哇哦！天王版如果能出一命通关，我感觉可以能出那个 TAS 吧？啊。真的，那 TAS 也许真能出啊，兄弟们，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啊，也许真能出啊，老板糊涂啊！好，一会儿看他怎么打 BOSS 是吧？离 BOSS 还远啊。这个游戏剧情不像有很多关卡都是最后一关的那个时间长，这一关是个另类啊，这一关是倒数第2关的游戏时间最长，比最后一关时间还长啊，真的是有点醉的啊。好。哎，感觉看 JD 玩游戏就是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你就真的是在欣赏，你知道吗？让你开作弊都玩不出它这个效果的，真的。就给你开就是无限暴击无敌，就无限暴击加无敌，对吧？你不用考虑别人打你，你就无敌是无敌的
然后无限暴击，你玩的没他快啊！你真的啊！有的时候多用投技啊，也不是说为了什么控制伤害，用投技的主要目的还是有无敌效果啊，这个无敌效果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一个炸，一炸完之后一个，哇哦，好的，你看踢到那个位置上，你看这地这个人变不变态啊？他扔一个雷过去，然后跳起来一个腿把2个兵踢到那个地方，一共3个兵直接被雷炸死了，服了啊！好，来看看，上来就是一个血衣麦格尔把武器扔了，但是这个 RPG 看来还是要背走的啊。我们看看，这 RPG 是要背走的话，我们看看怎么说。啊，不小心点错了，浪费了一个1秒钟的时间。哎呀，太浪费时间了，为了这个 RPG， 怎么了？他要把这个炮全拿过去吗？他要把这个炮带到关卡吗？我不太清楚啊。服了啊，这个啊，带不到关卡，还有地图，对不起，带不到啊，对不起，带不到的啊。好，看看，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优雅一手飞机，怎么说啊？好，拉屎。有补血的该吃啊，没有补血的，咱们看看，还是血麦格尔。我们看看，要把这个东西直接带到后面去，要把 RPG 带到后面去的。好的，前跳过来，一摔，还有个补。一会儿啊，外面还有个补啊，外面好像是有个 hamburger 啊，捡起来，抱拳了我了啊，确实抱拳了啊。好，一个一个打啊。你看这，我感觉这个胖子精神病，你队友都个痛击你的队友，就搁那站着啊，就搁那站着。哎呦，我天，这真的，一抓一个小朋友。好的，捡起来，我们看看，来了啊！哎，血杀血一麦格尔，一个摔，再一个摔，捡起来，光一炮，光2炮，血杀还剩最后1炮，一摔，前血杀1点，回身。一个摔，好的，3炮，血一杀，好的，再往前，1、2，往下一靠，前，没这个运气不是很好啊，其实，好的，节省一个血杀的血量，再血杀，起身压制，反身位投技，一摔，好，1、2，再摔，等一会儿摔啊，不要那么着急，血杀1点，前手打了一排，非常漂亮，一个摔，前，起身压制再摔，有无敌时间，不要紧，反跑。血杀还剩最后一个血杀了，兄弟们，那个胖子有血呀。好的，可以，就等这个胖子了。但是这个胖子非常不要脸的，只给了一个甜甜圈呀，兄弟们。这个最后一个血杀了，起身压制，一个摔，好的，血麦格最后一个血杀，好的，再摔，反身位一扔，死了一个，好的，反跑，别着急，前跳手，等一会儿再摔，1、2、3，反身位一摔，好的，打死小兵。那个胖子真抠啊，给个甜甜圈，这样的话少了一个血杀的机会，再扣，双扣，1、2、3扣，最后一下啊，好的，反身位落地，1、2，扣过来。哇，这是不要个比，我感觉这个人是畜生吧？没有血杀，反跑，非常有靠。好的，起身压制，直接摔死。好的，最后一个那就无敌了，这就随便玩了啊，这咋玩都行了啊，这都无所谓了，这都闭着眼睛玩啊。好了，看看，最后给了个 hamburger 啊。最后给了一个 hamburger， 我真是服了。如果刚才给 hamburger 的话，现在早就过关了。运气不好啊，运气不好。好，你这真是啊，就这个人玩游戏就玩出花来了啊。
不过呢，确实我跟你说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知道吧？你越着急把他整死吧，你就不像 GD 啊，他有想法，我就是稳就跑，我前功尽弃，我打到第7关我容易吗我啊？好，看看。谢麦格。我不相信闭着眼睛玩啊，就是形容啊，就是这个形容啊。那到了1v3版本，尽管是最后一关，但是1v3就是尽管是1v3版本，但是最后一关啊，它的难点也无非也就是那个6王啊，我们管那个叫就是原版叫4王啊，无双版叫6王。如果是很多人说那无双版也是3个这个 BOSS， 为什么无双版就不难呢？因为无双版给你的补给会非常的多，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小补啊，什么薯条啊、汉堡包啊，一个不小心就给你一球子，你可以尽情的血杀，然后吃补，血杀吃补，知道吧？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真爽啊！啊，就是这个地图啊，就是这个地图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！好的，你看，这就是啊，一上来先是4王啊，一上来先是4王，看不看见？直接就是4王，如果是原版的话，上来是2王，然后再刷2个王啊，是这么个路子啊。这是一个3王啊，不是4王，说错了，是3王。啊，行，你看又刷死了又刷，看呀。但是这个就简单多了啊，他打的速度其实很快的。如果要把这些全等出来，可真的是难受了啊。他敢掏手枪，手里有一个乌兹，我们看看，耍着乌兹。前，这还有一个大补啊，有个大补。好，大补一吃啊，满血，直接满血见 BOSS， 拿着48发的乌兹冲锋枪，我们看看，现在才22分钟40秒啊，你想想什么感觉啊？准备好，先手一个血杀，因为这个。这个宋小宝的第一段变身呢，还是非常面的啊。好，接下上，这个伤害其实不低，卡歪轴1-2，一个扣，再扣。好，来看一下宋小宝2段，宋小宝2段啊，这个怎么说？变身之后，正常的先打一套，然后再突突吧，我们看看啊。先打一套再突突，应该是没毛病。好，来坐等，一定要等他说完啊！啊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扣，血杀1点，起身没拿枪，有小兵。1v3版本是有小兵扣的，好的，血杀，往前一突突，前跳手，打死一个小兵，前手一根，捡枪，这时候可以反身为突突了啊！他是不会被枪突突倒的，除非你突突的有点快。我们看看啊，慢慢的啊，慢慢来。好，来看看前跳过来，1、2、3，抓2个，一个扣，还剩下最后的一个2套小连击啊，再来1套连击就死了，1、2、3，只是1、2一个扣，没死，前手，好的，24分钟不到10秒，全平台全网记录，1v3版本。来自于 GD 大神的麦斯，超速通关，已经是没谁了啊！就原版这一块啊，没有人能震撼住这个 GD 了啊。其他的高手呢，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上啊，在一些斗神版什么领域上可能领先 GD， 但是在原版上 GD 确实是太疯狂了，这个人啊，太疯狂了！在片尾的最后也是感谢咱们大家伙的收听，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
一定要支持我狼啊！你可以选择关注我狼啊，可以选择转发我狼，也可以选择守护我狼。在最后呢，我狼必须要嗷一下子，然后来证明。他其实喊嗷还不如喊一个喵呀，然后呢就留下了啊。好的，大家伙就暂时晚安吧啊！虽然说速度很快啊，但是视频还是蛮精彩的，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